各位好，我是 Spike。今天这期节目啊，可是卡着发布会了啊。鉴于昨天的这个经验，我知道呢，Apple 的发布会是3连发，所以今天此时此刻，我是刚刚从客厅把我们家的电视机关上，看了首发，然后马上来到这个拍摄的位置，给大家去分享这个激动人心的10分钟啊。先打一下情感牌啊，这场发布会呢就10分钟啊，这个长度非常的短，比我的节目都短啊。但是这场发布会我非常强烈的建议大家好好的去看一下，特别是对 Apple 这个品牌的认知度有多年沉淀的观众，因为这10分钟看下来啊，我刚一开始是隔空拍手啊，当这个Mac Mini 这块布被掀开了以后，特别是又用 Apple 式的幽默是吧？刚刚掀开之后呢，我一看，这不是一样吗？结果他把原来那个大小拿走了啊，下面露出来一个更小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拍手称快啊。然后到发布会即将结束的时候，显示那个最后总结的那个卡片的时候，你们不知道现在能不能看到我的眼眶是湿润的啊？可能我这个情感泛滥了一点啊，特别容易泪点低啊，特别容易这个受感动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很多这个观众不理解，还问我嘛，你的 Apple Store 的故事这个系列封面为什么拿个餐巾纸盒啊？我说怕哭啊。因为没办法，Apple 这家公司和这个品牌陪伴自己，你看我40多年的人生，刨除小的时候完全不懂事的时间，也就30多年的人生嘛。那 Apple 陪伴了我20多年，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割舍的一种羁绊。那对于我这样的一个老用户，20多年的老用户，其中又有10几年作为 Apple 的一员，我太清楚Mac Mini 它做到今天的这种形态和今天的这种性能是多么的艰辛和不容易。我是从第一代的 Mac Mini 就开始用起的，一直看着它一点一点的发展，然后慢慢的被冷落，到现在是这样，我估计还是会继续的被冷落。但是这就是我被 Apple 的价值观吸引的地方，就是我不 care 你是不是真的被冷落。当我创造出一款产品的时候，我自己真心的觉得它好，那么我就会激情澎湃的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开开心心的去把这个我自己创造出来的好的产品分享给每一个人。我不会去觉得这是一个边缘性的产品，就随随便便啊。虽然就是当然你有一种看法，就是说怎么叫不随便了？连这个正式的发布会邀请函都没发，记者也没有邀请啊，也没有邀请媒体，就是在这种不冷不热的在网上发布一个10分钟的东西，已经寒碜到不行了啊！像我这种果吹还是在那喊说什么啊那个，这就我也承认是吧？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嘛。这个就有点像当时 macOS 的这个图标，那个 Finder 的图标，第一次的被抽象化的时候，我也是看的眼泪掉下来。下面讲一讲为什么会这样吧啊，就是 Mac Mini 这个新的机型，我是肯定会买的。就像上一期的节目，有观众留言问我说，也不是那期节目，好像有一个帖子吧，还是什么？观众留言问我说：“哎，就期待 M4 芯片啊，我马上就要换了，是吧？可能呢，外观上来说，只有 Mac Mini 有一个改变。”然后当时我还很清晰的记得我在下面回的内容是说，我连 iPhone 的谣言都不怎么看，何况 Mac 呢，我更不看了。那就是这个只看官方发布。一方面是因为真的年纪大了，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时间跟精力再去看那么多的谣言了。可能还有一方面就是觉得，不想把时间跟精力放在所谓的谣言上，特别是，我又作为 Apple 的员工，又跟 Apple 的价值观比较吻合的情况下，我明白一场发布会和甚至说是一期节目，或者是一次分享、一次培训等等等等。或者脱口秀，那就是一个秀，它很重要的一点是
带给看这个发布会、看秀的这个观众以欢乐以这个情感去带给这个东西。所以就是你可以去看谣言，可以去看留言，但是如果你过分的看这些呢，当你去看秀的时候，其实你就变成了一种去 check， 就是去检查，是吧？你如果之前过分的关注谣言，那么发布会官方一发布的时候，你如果去看的话，你就会去检查，哎，这个谣言说对了，那个没说对，这个说对了，你就会这样一种心态，以至于在发布会当中的那些梗，还有那些伏笔，那些欲扬先抑，那种这个起承转合，你都没有办法去欣赏了。因为发布会它可能不像电影，一个优秀的电影可能有人会刷1遍、刷2遍、刷3遍，有2刷、3刷，对不对？发布会很少有人会2刷，除了像我们这种做节目的，但我这种做节目的也不刷2遍，因为我这个太懒，不想把发布会里面的东西截下来再放到这儿，我一边讲给你们看发布会的片段。这是不是不好？我也觉得那样挺好的，但是我太懒，不好意思哈，对吧？但所以像我这种不关注谣言的呢，在看发布会的时候，我是全情投入的，我没有任何的预期，我也不猜测你要发布什么，你怎么说我就跟着你走，我把自己交给发布会，我把我的情感让你带着走。因为什么？我看你的发布会，我觉得这就是我看发布会的一个价值。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喜欢看其他的一些科技公司或者其他公司的一些发布会，那个真的就是，国企老板开会，就那种感觉，这个就没意思嘛。就是你除非是有在行业里做啊，职业在这儿，金钱把你扣在一起，你不得不坐在下面听，去提问，去配合，它没有任何的美感，它也没有任何的这种情绪价值输送给你。但是我觉得看 Apple 的发布会，在我这种奇怪的人，极少数的怪人看来，对吧？我真的是这样认为，这不是开玩笑啊，我真的是这样认为，我是极少数的怪人，就是我甚至就是觉得 Apple 的发布会就是看一场脱口秀，虽然它不是以笑为目的，但是它是一个能够跟你联系情感的一个东西。起码我是这样子，所以我非常享受能够把我自己的情感交给这个发布会的这一方让他轻松的带着我走带着我飞你让我伤心我就伤心，你让我开心你就开心，你让我笑我就笑，你让我感动我就感动。然后这整个10分钟的发布会下来，我就觉得我比看一场脱口秀还要开心。还要满足，就是那种情感、精神方面的情感上的满足感，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享受 Apple 发布会的一点。那这就变成了一个正向循环，我越是这样，我就越不愿意去看那些留言、谣言，啊。但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大数据时代，你关心科技行业的一些新闻，你不看也得看，但是我不往心里去啊，我就扫一眼就好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是个怪人啊，我是另类，你们别学我啊。你们是正常人啊，我是怪人，我是个奇怪的人，你们是来看动物的是吧？看怪物的。好，那接着咱们聊点正经的啊，说一说这个发布会。Mac Mini 真的变成了一个像 Apple TV 那么大的尺寸，像我们先从硬件上来讲，它的尺寸做到这么小，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因为 Apple 在设计这款产品的时候，它是不妥协性能的。那这就是为什么一直 Mac Mini 在 M1 芯片发布之后的4-5年才改变它的最终形态。当然你可能会说 Apple 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变笔记本电脑，因为笔记本电脑销量好。我承认啊，这个是个现实，我承认。但是我就是自己犯贱啊，太情怀了，好吧？它在保证性能的情况下再去缩减它的身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也很必要的前提。这个前提让 Mac Mini 已经不再变成是一个性能鸡肋的电脑，而是一个真正的既小巧又能帮你干活的电脑。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之后的 Mac 系列节目，我们马上下一期就跟大家去聊 Apple 换新的问题。如果你了解 Apple 换芯片的历史，你就会知道这一大圈弯弯绕绕的走过来，其实最终可能 Apple 在2003-04年的时候
就希望达成的一个愿望，直到2024年它才真的达成。这个愿望是什么呢？就是自家研制芯片的 Mac 电脑，然后跑自家的系统，用自家的芯片，然后可以随心所欲的去设计这款电脑的外观。那从我们说最新的 M4 系列的 iMac， 一直到刚刚发布的小巧的 Mac mini， 包括13寸跟15寸的超薄的 MacBook Air， 我觉得这个都是 Apple 的愿望最终实现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3款电脑，你不管买哪一个，你哪怕摆在那边供起来不用啊，都是值得的。因为这个是人类科技发展史上的，我觉得一个独树一帜的产品。可能我有个人的感情在，所以太过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能跟我聊的内容合拍的话，我相信，给大家一些共鸣啊，你也可以就是拍手称快。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找到知己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聊它的这个性能啊。首先 M4 芯片除了 M4 以外，终于在 Mac mini 的平台上发布了 M4 Pro， 那肯定在明天的笔记本电脑的发布会上，这个才是重头嘛，也会看到 M4 Pro 甚至 M4 Pro Max， 就是如出一辙嘛，你肯定会看得到这样的芯片的。所以其实明天才是真正的更多人关注的重头，那我也会继续的去关注啊。但这个 Mac mini 的 M4 Pro 的选项让我觉得它真的可以成为像我这样的家庭办公最好的一个利器，包括一些小的商务环境啊，家庭办公环境，就像发布会说的那样，哪怕你是游戏玩家，或者是这个制作人，或者是音乐创作人，或者是剪辑，或者是做任何的设计等等等等，这个 Mac mini 都是再合适不过的一个台式电脑。它的性能，如果你选择这个M4 Pro 的配置，它是要高于 M4 系列的 iMac 的。而且更加让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竟然 Apple 首次在 Mac mini 的发布会上推出了 Thunderbolt 5的这个接口，也就是说我们中文翻译叫雷利5，不是雷电啊。雷电接口已经被淘汰了啊，这个雷利5，不好意思，我较真一点，我说的这个是标准的官方中文翻译啊，雷利跟雷电不是一个东西啊。雷电接口是 Lightning 接口，就是这个接口。我不知道我这个摄像头对焦可能不行，但是你们能看到这个接口，传统的 iPhone 接口 ，iPhone 14以前的这个接口，这个的中文叫雷电接口，叫 Lightning 雷电啊。但是电脑上的那个叫 Thunderbolt， 那个叫雷利，一字之差，完全不一样的啊。但它的形态是 Type C 的体现形式，但它里面的这个就是接口协议用的是雷利5。是不是 USB 5我忘了有没有啊？但是雷利5的传输速度能够达到120 G 每秒，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啊！雷利1是10 G， 然后雷利2是20 G， 雷利3和雷利4是40 G， 然后到雷利5直接翻几倍，4 24得8 3 4 12，是吧？翻3倍。那你可能会说，你别说雷利5了，我连雷利4、雷利3、雷利2我都没用到。那这个分两方面看，第一个是你没用到，是你没用到，并不代表别人用不到，是吧？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有了雷利5的这个高带宽以外，它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就算你没有办法直接买到支持雷利5的1200 G 每秒的外设，就算你买不到，买到了也天价，比电脑还要贵几倍。有可能的，真的，你去看看，真的是这个市场行情啊。可能你因为这个价格，你也不会去买。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我要这个雷利5有没有用？我觉得当然是有用。你像我这个工作状态，其实就是要接这个扩展坞的啊，就是一个口分出好多个口，像插线板那样子嘛，一个电源插头分出好几个。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是升级到雷利5的话，就算你没有用到它那个协议，但是因为它的高带宽在那里摆着，所以其实你可以一个口，比如说你一个口分出5个口，
那原来你支持5个口共用那点带宽，但是现在呢，你是5个口共用翻3倍的带宽。那这个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相信它的供电各方面也是不一样的。而且如果你真的是有比如说这个要在外置硬盘上去剪辑 4K 或者 8K 视频的需求，那么你真的就投入下去一个固态硬盘，高效率的固态硬盘放在这个外面，然后去用这个120G 每秒的速度去进行外置存储设备的传输，那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投资的事情，会大大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因为如果你是海量的这种高清的，就是低压缩比的视频编辑的话，你选配的时候，你哪怕你选配1个 TB 的内置硬盘，它理论上也是不够用的嘛，你还是要把它放到外面的。那再换句话说，如果你使用的不是外置的固态硬盘，而是外置的固态磁盘，就外置的这个磁盘阵列的话，那其实这个接口也是非常有优势的。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直接马上就可以买到 Thunderbolt 5转光纤的这个转接头？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直接跟这个服务器的一些这个 SAN 这种存储去进行连接。但这个可能稍微专业一点了，但是你意思就明白，它是又是一个特牛逼、非常有前瞻性的接口啊！其他一众厂商都不太会，也不屑于去配置它，也从这个 money 从钱的上面来去算不划算的一种，配给你了也不划算，因为你大概率上也用不着，是吧？他也不会配给你，你要配了这个呢，价格又会卖得贵，所以其他厂商应该是不太会，也不屑于配这个。但是 Mac Mini 首先配了这个，我有理由相信 MacBook Pro 也应该直接会上这个雷利5的接口，这个是应该不太会跑的事情了啊。用到用不到是一回事，但是就放到这儿。就像雷利4已经出了2年了，有几个人用到呢？就包括我也没用到啊，因为价格在那摆着，它的这个成本太高了嘛。但是一码是一码，我们要有一点逻辑学的精神，是吧？虽然小时候没学过，但是长大之后你要自己进修一下了，这是2回事嘛，对不对？你用不到跟他给不给你，这是2回事。好，那接下来我们聊它的丰富的其他的接口，就是 Mac Mini 它作为一个台式电脑，它就跟 iMac 完全划开，因为 iMac 作为一体机，它真的这个固定的人群就是普通家用办公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它不用给你 Pro 系列 CPU 的这个选项，它只要 M4 就可以了，它的接口也就不用那么丰富和那么多，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体机，你不用外接屏幕。而 Mac Mini 它可专业可家用，但是视频的输出接口它是一定要给你的，像 HDMI 接口一定要给你，因为你要配一个显示器嘛，它自己只是一个小的主机，你连电视机也好，对，连电视机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所以像 HDMI 接口这种也是比较就是标配给你了。然后呢，我特别喜欢 Mac Mini 的一点就是它的电源变压器是内置的。我不知道 M4 的 Mac Mini 会不会这样，但最起码在 Apple TV 上是这样子的，就是它不会说你们如果用过第1代的 Mac Mini 的话，它的主机箱可能是这么大，但是它的电源变压器就这么大。恨不得比 Mac Mini 本体还要重，这种设计我是非常不喜欢的。我还记得当年我在玩这个游戏机的时候，PS 跟 Xbox 这2个阵营的选择，我最终选择 Xbox， 有一个蛮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年的 Xbox 它是内置变压器的，也就是说我只是一根电线就解决了，就是一根像普通的电线，这边接到电源插头，这边接到机器上就解决了。它电线中间不会再有个大疙瘩，你知道就那玩意儿，不会有那玩意儿。但是这样的代价就是 Xbox 当年会比 PS 去厚很多，但是当年应该是 PS2 了吧，还是 PS1 我忘了啊。但是当时 PS 就比 Xbox 整整薄了一半，你知道吧？从外观上看真的是这个更小巧更精致，但是 PS 的那个变压器就它这么大，半个 PS 那么大，就我还蛮讨厌这种设计的。我能理解在 Mac Mini 当年第一次推出的时候，它实在没有办法把这种高功率的交流转直流的变压器放在机身内部，但是从 Apple TV 从这个上一代的 Mac Mini 都是放在里面了。那我看发布会，它有一个镜头是直接连接那个黑色的电源线嘛，那个应该就是这个 Apple TV 的电源线。那我有理由相信它也是没有外置
硕大的这个变压器的。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也太奇怪了啊！虽然我没有看到，我还没有拿到真正的机器，应该是不会。那如果是就是一根简简单单的这根电源线，然后你直接连到 Mac mini 上，这证明什么？这证明这台机器的功率真的是非常的小。你为什么很多本身把主机设计的很小的，不管是电脑还是游戏机还是什么，它必须把那个交流转直流的那个变压器必须要外置的放在外面。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它这台主机需要直流电，这是肯定的，但是你需要多大功率的直流电？如果你这个主机它不是很节能的话，那么它需要的瓦数很高，你这个变压器就相对应要做的很大，这个是没办法的。就是你需要的功率越大，那个变压器就要越大，那没办法的。那只有你实际需要的功率小，我才能把变压器做得足够小，然后塞到这个主体里面。那从这个角度看，你就会发现 Mac mini 新的 Mac mini 它机身只有一个手掌这么大，它还能把变压器做在里面，它的节能会是怎么样子的？我相信它的能耗应该跟笔记本电脑是不相上下的，它没有因为是一个台式机就疯狂的在那边获取能量，获取这个电能啊，应该不会是这样子。就是你虽然用的是一个台式机，但是这个台式机的能耗，它是跟笔记本电脑用电池供电的情况下几乎是一样的，这是我的猜测，但是我觉得大差不差，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啊，就相当于你把笔记本电脑外接了一个屏幕的这种感觉了。那这个是从它的这个外形尺寸上，还有一个就是跟这个 Mac Studio 去借鉴了一下啊，终于把前面放了2个这个 Thunderbolt 接口和一个耳机的插口。这个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如果我真的买这台新的 Mac mini， 我是不太会把任何的设备插在前面的，我肯定还是尽量的放到后面。原因也是因为太丑了。那我相信Apple 之前面不给你放这个东西呢，应该也是考虑到这个原因。这个没办法，因人而异嘛，因为每个人他追求的不一样，他的审美不一样。就像我说 CarPlay 一样，我万万没想到，我做了 CarPlay 这期节目之后，会有一位观众在下面留言说，我终于看到一个人是因为跟我一样，因为丑受不了别的东西了。哎，我这个是完全意外的收获啊，完全没有想到找到这个命运共同体了，是吧？所以啊，我能够理解很多人，像我看到过某评测平台做的原来的 Mac mini 的一期节目，然后他半开玩笑半讽刺的有这么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就说，哦，我终于发现 Mac mini 这样的设计，它是不是其实就想让你反过来用啊，就是屁股朝前，因为这样接口都在前面嘛。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那么重要吗？你如果真的是把接口都给我设置到前面，那我反而把你屁股要朝后了。我反而要把你屁股朝前了，因为我觉得你的屁股比脸好看，所以这个没办法，我就是属于那种颜值派的。我对自己的颜值不是那么在意，但是对我使用的科技产品的颜值，我是还是挺在意的啊。所以前面2个口呢，我可能也不太会用啊。但是你说，偶尔我用 Osmo 拍了一些片段，然后想把它通过一个读卡器传到我的电脑里面，临时插一下，那个用前面的口毕竟还是方便的。但是呢，就算我对审美有一定的要求，我也不觉得前面挖2个口就是那么难看的事儿。所以对这个前面有口呢，我也是支持的啊，也挺好的啊。所以这个从方方面面来讲，我觉得 Mac mini 都是这次让我自己非常兴奋的一个更新点。从我的角度来看，虽然明天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的发布会还没来，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我的兴奋程度绝对是会超过明天。所以这3场连续的发布会 ，iMac、Mac mini 跟笔记本系列，我最喜欢的就是今天这个啊，就是 Mac mini 这场发布会。如果打脸，那明天请继续来看我的节目，我会自己打。那如果不打的话，那我这句话就放在这儿了啊。好，这个是差不多吧，我想到的关于 Mac mini 的一些东西都跟大家聊完了。因为最近我在用这个带鱼屏嘛，还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去进行分享。正好我已经换了2台带鱼屏了，但是第2个还是不满意，还打算再换掉啊。因为这个越用越好嘛。然后我就发现，如果我想换 Mac mini 用带鱼屏的话呢，哎，我这个带鱼屏比 Mac mini 还要贵啊。
所以说，真的 Mac mini 是一个非常非常划算的一台小主机。如果你家里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一台 PC，你想用最低廉的价格体验到和人家掏几万块钱买的 Mac 笔记本一样强大的这个内核的和性能的话，其实 Mac mini 就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结束之前跟大家再感叹一句啊，我今天在看发布会的时候，我突然发现 Apple 的发布会3连发，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我做一次小人哈。Apple 是不是其实是想养活像我们这样的 YouTuber？ 你有没有发现啊？哎，是不是？就是如果一下子发完了，我们的题材就做一期节目嘛。但是他3连发，是不是我就可以3连发了？就是给这些自媒体能够多一些话题啊。那自媒体的话题多了呢，像我的观众们这些自媒体观众们呢，这个他这个聊的内容也就多了，然后这个。是不是品牌的这个热度就上来了啊？这个是我小人一回啊，我看我就随便猜一下，这是因为我今天突然灵光一现发现的一个功能，我就说这行啊，跟着 Apple 突然3期节目就有了啊。但是也特别感谢各位的包容，因为这种节目呢，你也知道是有时效性的。我相信大家也是希望第一时间在看完发布会之后，特别是我的观众能看一下，能听一下我是怎么看这个发布会，怎么看这些产品。所以呢，我也是会第一时间发。但是对于 YouTube 平台来讲呢，你第一时间发，可能首先你没有 HDR 的画质你可能只有你最高画质只能选到 1080P60， 这个没问题。但是 HDR 肯定是没有，要过2天之后才会，YouTube 才会打得开这个功能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考验我的制作能力了，因为如果我要加字幕，我要做封面。也没这么快，因为你还得给我偷懒的时间，是吧？我不能工作狂啊，所以先录先看，抢先看完，然后什么封面啊、字幕啊，就是感谢大家的理解了啊，咱们后面慢慢来。好，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聊。